你猜对了，怕不怕受伤？切，姐姐，你又小看我了，我可是器灵，是所有兵器之灵，这世上还没有什么武器能伤到我的，何况这些落后的冷兵器。那可真是太好了，那咱们就出发吧，一起把外面那10几万渣渣干掉去。好嘞，姐姐，快上来！小七瞬间变身，趴下身子让苏沐雪爬上自己的背，驮着他咻的一声飞出阳城关，朝着敌军飞去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飞得这么快？城墙上的战士只觉得一团黑影从自己头上飞过，然后就看到一只从没见过的怪鸟朝着敌军快速飞去。轩辕锦望着小七朝那飞去的背影，知道苏沐雪跟他在一起，吓得心脏都差点停止，急得连忙大喊：你们回来！小七理都没理他，径直朝前面飞去。将士们反应过来，以为是敌人放的怪物，连忙想搭弓射箭，轩辕锦赶紧阻止：不准伤害他们！怎么回事？莫非军队里出了叛徒不成？话音刚落，回答他的又是几阵隆隆大响，烟雾中连带着还升起了半丈高的火光，军中传来惊呼和各种害怕到极致的呼救声。救命！快跑啊！降雷火了！上帝在怪罪我们攻打东离国了！镇定，镇定！谁若是敢跑，军法处置！渣渣们，接受姑奶奶的清算吧。苏沐雪满意地看了一眼下面的动乱，又瞧了瞧骑在战马上正在阻止军队动乱的川离宇，嘴角扬起一抹邪笑。小七，先去那边炸了那个指挥官。好的，姐姐。小七挥动翅膀，飞快地来到川离宇头顶上。将军小心！远处的纯平丧看到小七的身影停在川离宇的上空，直觉不妙的他连忙大喊，可隔得太远，川离宇根本听不到他的声音。苏沐雪从空间里拿出手榴弹，拉开引线，帅气地抡起胳膊往下一扔。小七见状，连忙灵活地躲开，免得被手榴弹炸开的浓烟波及到，熏到姐姐。地面上川离宇待过的地方只剩下一个大坑和他手上的断刀，而人已经被炸成碎片，找都找不到。爆炸圈之外的人看到这骇人场景，吓得尖声大喊：不好了，将军死了！没有了将军的指挥，士兵们就像无头苍蝇乱作一团。苏沐雪趁此机会不停地往下扔手榴弹，没多久10几万兵就给他炸死了一大半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是谁在帮我们？城墙上的众人望着敌军一片一片的倒下，一脸懵逼地问：将军，莫不是刚刚那个？今日战场上的事情，谁都不许透露半点风声，违令者斩。轩辕锦沉着声音，目光如炬地望着众位将领，警告：是将军，属下一定会约束好自己的人，绝不会透露出去半点儿。大家立马明白了，这是他们阳城关取胜的法宝，坚决不能让外人知晓。轩辕锦见大家都明白了，这才将目光转向战场。给我出城，杀！将士们手拿兵器，热血沸腾，几万军士的声音喊声震天。镜花国余下的士兵本就已经被爆炸吓破了胆，现在又见城里几万军士杀过来，形成前后攻击，吓得他们是丢盔弃甲，根本无心恋战，只想着逃跑。一边无心恋战，一边杀气腾腾，结果可想而知。接近20万的镜花国将士就这么全军覆没了。回过神来之后，他们兴奋地把轩辕锦这个将军抬起，高高地扔向天空，又稳稳地接住。在众人还沉浸在胜利的欢呼中，苏沐雪指挥小七偷偷地溜回城中，到无人之处才停下来。小七立马又变成手镯，盘回他的手腕上，意犹未尽地说道：姐姐，这些人真不经诈，我都还没玩过瘾呢。放心吧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这次辛苦你了，晚上做好吃的犒劳你。姐姐，我要吃东坡肉、红烧鸡块。听说他要做菜，
小七口水都要掉下来了，连忙报上自己想吃的菜名。对于大功臣的要求，苏沐雪是满口答应，二话不说回去准备了。等苏沐雪刚把饭菜端上桌，轩辕锦就回来了。看到他的那一瞬，男人眼含热泪，冲上前一把将他抱在怀里，语气哽咽地说道：沐雪，幸好你没事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拿自己生命开玩笑的，更何况还有小七保护我，根本就不会有危险的。就算是这样，下次你有什么决定一定要先给我讲，不然我会很担心的。知道了，以后我会提前告诉你的。轩辕锦过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，真诚地道谢：沐雪，谢谢你，是你救了阳城关的所有人。谢什么，小事一桩。再说了，这阳城关以后就是我们的根据地，我这也等于在帮自己了，不是吗？轩辕锦的心被他这句我们的根据地抚平了，脸上重新挂起微笑。对，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了，以后我跟你一起守护它，保证谁也抢不走。快吃饭吧，我今天烧了好多菜。苏沐雪从男人怀里钻出来，拉着他走到桌边坐下。轩辕锦扫了一下桌上饭菜，确实很丰富，有东坡肉、红烧鸡块，总共7、8个菜，不由得笑了。哼，这么多菜，我俩可吃不完。没事儿，有小七在，不会有剩菜的。对，吃不完给我，我还吃得下。轩辕锦望了一眼他旁边都快堆成山的盘子打去。还吃？你也不怕吃得太胖，到时候飞不起来了？切，你是嫉妒我吃再多也不会胖的身材吗？没办法，天生的，你嫉妒也没用。他都不照镜子的吗？这份自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小七听出他语气里的嫌弃，凶巴巴地回他：哼，丑八怪，要你管！我丑八怪？臭小七，信不信我让你姐姐把你扔出去？哼，姐姐才不会听你的呢，姐姐最喜欢我了。还有，我决定了，以后每晚都要跟姐姐睡，你休想再把我拎出去。轩辕锦听到这只小气灵要跟自己抢媳妇儿，立马不干了。切，我是姐姐最爱的小灵宠，她才不会听你的。你只是个小灵宠，而我是你姐姐最爱的相公，是她以后孩子的爹，她当然会听我的。孩子是什么？轩辕锦说了那么多，小七的注意力只在孩子2个字上。轩辕锦眼中闪过一丝金光，就是我跟你姐姐的宝宝啊，等他出生了，你就可以升级当……对了，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啊？我可以自由变化，想变男的就是男的，想变女的就是女的。我觉得吧，你还是变成女的比较好。为什么呢？小七睁着一双蠢萌蠢萌的大眼睛问。男人开始一本正经地忽悠他。因为啊，如果你是男的，要是你姐姐生的是女儿，那你就不能跟她一起玩了，毕竟男女有别嘛，得避嫌。但如果你是姑娘，那不管你姐姐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，你都可以跟她一起玩，而且啊，他们还会叫你小姨哦。哦，那我要做小姨。小七立即定下自己以后的性别，他以后想带着姐姐的孩子们一起愉快地玩耍。苏沐雪拍了拍额头，但凡小七上过几天学堂，都不会被骗得这么惨。轩辕锦嘴角浮现出得逞的微笑，一本正经地继续忽悠。还有啊，为了你能早点当上小姨，以后可不能再说晚上要跟姐姐一起睡的话了，不然你这小姨就不定什么时候能当上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晚上老缠着你姐姐，会耽搁我们造小人呢。小七听完他这话，却立马信以为真。好，我以后再也不跟你抢姐姐屋子睡了，你俩可得努力点，早点让我当上小姨呀。苏沐雪无语地看了眼被成功忽悠瘸的小七，她还睁着蠢萌蠢萌的大眼睛望着轩辕锦，等待他的回答。没问题。成功解决一个跟自己抢媳妇儿的阻碍物，轩辕锦嘴角止不住的上扬，压都压不下去。
苏沐雪没好气儿地瞥了一眼幼稚的男人，把菜推到他面前。赶紧吃饭。沐雪，你也吃。轩辕锦心情很好，笑眯眯地往他碗里夹了一筷子菜。饭后，小七真的没有像往常一样磨磨蹭蹭的不肯走，每次需要轩辕锦动手拎出去，而是很自觉地自己出门。我走了，你俩快点造小人吧。说完这些，才心满意足地离开。都是你，在小七面前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不这么讲，他每天晚上都要缠着你，现在你看他多自觉啊。轩辕锦说完摸了摸鼻子，讨好地笑着。哎呀，娘子，夜深了，我们快些洗漱安置吧。翌日，轩辕锦带领5万兵马，把敌人20万兵马全数绞杀殆尽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阳城关。以悬殊这么大的兵力对抗还能完胜，这简直就是奇迹。百姓们纷纷跑到城门口，要给他和将士们磕头，感谢他们保住了阳城关，保住了家园。看到将士们在打扫战场，百姓们也主动帮忙，并且在城外挖了万人坑，把10几万敌人尸体埋进去，避免腐烂引发瘟疫。军民一心，没用多少天就把20来万敌人尸体全部处理好了。轩辕锦又赶紧叫大家一起把城墙防御加固，以便迎接后面更多的敌人。毕竟镜花和刘盈可是号称80万大军，如今才消灭了20万，还有60万人正准备对他们的阳城关进行进攻呢。怕什么？咱们能灭他20万，就照样能灭他们60万。苏沐雪看到大家这么热情高涨，又想到敌人太多，而他们人手太少，如今能多一个就多一份力量，于是找到轩辕锦商量一下，干脆挑选了一些年轻女子，成立了一支女子军。而青竹墨画就是他的左右副将，平时负责训练这些女子的武艺。看到女兵们体能不好，按照青竹他们的法子来提升太慢，苏沐雪又花了几天时间，把现代化军事的方法改良成适合这儿的训练方法进行训练。首先就是体能训练，练长跑，用于提升女兵的心肺功能和持续运动能力。先练5公里，等适应之后再练10公里。还有就是力量训练，什么俯卧撑、仰卧起坐、深蹲等等，用于增强女兵的上肢、腹部和下肢力量。很多人包括青竹墨画都不理解他这么训练有什么意义，可没过多久大家就感觉出来了。他的这种训练方法虽然累，可提升人的体力实在是太快了，比他们原先训练的方法提升了几倍都不止。女兵们信心大增，也没有人再叫一声苦，训练起来也是更加积极。等到女兵们体能上来，苏沐雪让他们继续跟着青竹墨画习武，而他则是教大家战争策略，培养女兵们的战略思维和全局意识，这一条非常重要。若是他们没有战略思维和全局意识，那就算个人练得再厉害，打起仗来也如一盘散沙，完全不顶用。除了战争策略，他还教大家军事技术，培养心理抗压能力和心理调试等等。苏沐雪想训练出一支响彻东离国的娘子军出来，让大家看看，女人也可以保卫家园，也可以撑起半边天。她们并不是只能依靠男人生活的花。为了便于打响名头，他还给自己的娘子军取了一个相当霸气的名字——霸王花。当轩辕锦看到苏沐雪的训练方式和成果之后，心里震惊之余，觉得她就是个天生的将才，竟然能将柔弱的女子训练成不输于男子的铿锵玫瑰。当即央着他给自己的兵也制定一系列的作战计划。苏沐雪也不吝啬，立即对他的部队提出改良方针，还让他根据士兵的所长挑选出最优秀的人才，成立一支特种部队。这支部队就像一柄钢刀，在对敌的时候用来突击，给人造成最致命的伤害。镜花国这边，东方玉在大帐中与刘盈国的库兹克正商讨着战役。因为前去阳城关的人马全军覆没，导致现在军营士气大减。摄政王，当初你们的眼线不是说那轩辕锦到了阳城关的时候只带了5万兵马吗？可现在是怎么回事？区5万人怎么能灭我们2国20万人？莫不是你们的眼线背叛了？
故意误导我们的吧？不可能，我们的细作都是经过严格训练，绝对不可能背叛镜花国的。而且细作亲耳听到东离国国君说，轩辕锦带领的只有几万兵马，这事绝不会有错。那你解释解释，为什么阳城关的5万兵马却能杀我们那么多人？对于这件事，库兹克10000个不相信。就算轩辕锦的兵再能打仗，那又如何？以20万对5万，就算一人一脚都能踩死阳城关那点人马，怎么反而被他们打得全军覆没了呢？这根本就不可能，要让他如何去相信？没有人知道当时战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才会让20万人就这么凭空没了。不清楚情况的他再也不敢贸然出兵，只好驻军在这等待，然后修书去东离国的皇宫，询问宫里的细作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在没有摸清阳城关底细之前，他不能再让士兵去送死了。东离国皇宫，上次镜花国进献给轩辕龙的2个美人已经被封为纯嫔和丽嫔。他们收到东方玉传来的消息之后，差人把轩辕龙引来了寝宫。一番颠鸾倒凤之后，从他口中知道轩辕锦确实只带了5万人马去的阳城关。2人还从轩辕龙的语气中听出了他对轩辕锦的不满。2人将这些信息暗暗记下，一并告诉了东方玉。收到消息的东方玉当即让2人想法子在东离国皇帝面前上眼药，让他疑心轩辕锦有不臣之心，最好能让轩辕锦革职回朝。还说若是行不通，至少也让皇帝派人来阳城关与轩辕锦窝里斗，这样他们几国才能坐收渔翁之利。2个妃嫔收到命令，当即行动起来，给其他几个大臣家的同伙发出消息，让他们鼓动臣子们上奏弹劾轩辕锦。搞挑拨离间，什么计策都比不上美人计管用。刘爱卿，你可知道如今阳城的消息啊？回禀皇上，如今锦王正在与镜花和刘盈呈焦灼状态，暂无消息传来。这都过去2个月，战争还呈焦灼状态，轩辕锦到底是怎么办事的？实在太令朕失望了。轩辕龙面色一沉，声音里全是对轩辕锦的不满。朝臣们心中暗暗吐槽，你当初只给人家5万兵马对抗敌军80万人，能打成焦灼都算人家锦王有本事，你还想怎样？难道还想上天不成？赵爱卿，锦王许是因为身体原因已经没有精力打仗，不如就由你去阳城关接替他的位置吧。因为轩辕锦让人封死了阳城关打胜仗的消息，所以京中人都不知道。赵鹏听到皇上的话，连忙跪地告罪。皇上恕罪，小臣最近旧疾犯了，恐难当此任呐。开玩笑，他可没有锦王那么大的魄力，敢用5万兵马对抗80万，到时候打了败仗，不止自己要死，全家都要跟着遭殃。与其这样，不如告病。轩辕龙见他不愿去，只好又点了另外几名武将。赵鹏聪明，其他人也不傻呀，面对这个根本打不赢的战役，谁愿意去当这个炮灰？当即也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推脱了。轩辕龙差点把鼻子都气歪了，指着一冲朝臣大骂，可就是没人站出来应下这个差事。法不责众，他又不能将所有武将全杀了。最后没办法，只能传旨让阳城关的监军周不仁负责监督轩辕锦的一举一动。里面的人听着，快点打开城门，迎接周监军进城。若是迟了，小心吃军棍。阿锦，这个什么狗屁监军就是个鱼肉百姓的祸害，不能让他进城。放心吧，这个人是皇上的眼线，刚好我也不准备让他进城。说完走上城楼，以杀逃兵的名义让弓箭手直接放箭将人全部射死。可怜周不仁还做着在边关吃香喝辣的美梦，就这么被射成了马蜂窝。将军，赵云兰大吃一惊，望着轩辕锦云淡风轻的脸，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杀了周监军，这不是等于与朝廷决裂吗？可是觉得我杀了监军，无法跟皇上交代。将军，你明知历来监军都是皇上的人，
还这样大张旗鼓的杀了，难道不怕皇上怪罪吗？赵副将慎言，你看清楚了，我杀的可不是监军，而是逃兵。赵副将，我想你也很清楚，当初皇上只给我们5万人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放弃我们了。既然如此，这阳城关就不需要监军，凡事由我轩辕锦说了算。难道将军你想做？我只是想为自己谋得一线生机而已。毕竟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。赵云兰立刻懂了，轩辕锦并不想造反，但是因为皇上一味排挤，所以他这是准备将阳城关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据点。只要朝廷不过分，他就永远是这阳城关的将军，守护这方土地。反之，赵云兰不敢想了，他心中有些迷茫，不知道这次跟着来阳城关到底是对还是错。就算我现在放你离开，你回去朝廷也一样得不到重用。而且我敢肯定，因为你当初坚持要跟我来这里，上面那位甚至可能还会觉得你是我放回去的眼线，你相信吗？赵云兰沉默了，他入朝堂时日不短，当然清楚当今皇上心胸狭窄又性子多疑，若是自己此时回去，只怕真的如锦王所说，丢官事小，可能连一家子的命都保不住。罢了，事已至此，多想无用。只是我的家人都在京中，可如何是好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帮你安排好的。你只管买好宅子，过些日子等着接人就好。轩辕锦欣慰他能想通，毕竟赵云兰也是一个将才，边关如今能用的将士并不多，他实在不愿意放过。多谢将军。家人能来跟自己团聚，赵云兰对京中就没什么牵挂了，反正在哪儿生活都是生活，也许跟着能力出众的轩辕锦比跟着越来越嫉贤妒能的那位更好吧。轩辕锦让人打开城门，把周不仁等人的尸体全数拉去城外埋了。百姓们看到这个祸害死了，高兴的差点买炮竹庆祝，心里对轩辕锦夫妇是更拥护了，简直把他俩当作头顶上的青天对待，恨不得一天3炷香的上供。在往后的阳城关，百姓们可能不知道皇帝是谁，但他们一定知道轩辕锦和苏沐雪是谁，因为那是他们的守护神。当然这都是后话了。晚上，夫妻2人聊起周不仁的事情。苏沐雪侧卧在床上，一手托住脑袋，望着正在洗漱的男人说道：阿锦，你说今日这个狗监军跑都跑了，怎么突然又想着回来了呢？哼，当然是有人给他下了旨啊。你说是皇帝下的旨？咱们杀敌国20万人的消息，你不是禁止外传吗？难道还是泄露出去了？这倒不是，听宫中的人传信来说，是朝中的几个大臣还有太子等说我要拥兵自重。皇上原本是想叫人过来接替我的，可如今朝廷里的人都是些贪生怕死之辈，怎会在明知是送死的情况下还来阳城关接手呢？所以皇上实在没招了，就给周不仁下旨，想让他来阳城关用监军的身份制约我。说起这事，你知道说我拥兵自重的大臣有哪些吗？有哪些？苏沐雪半眯着眼睛问，先问好是谁，若是有机会回京，他一定要去这几个大臣家里逛一逛，拿点精神损失费。有礼部尚书、户部侍郎、兵部尚书、吏部郎中、太子和3皇子等人。他们这几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当初4国来朝时晋华国送来的武器。除了皇上后宫的2个，其他的都进了这几个人的门。所以这次他们一起弹劾你，其实就是晋华国人在背后搞的鬼。差不了，我想他们是因为折损了20万人，又摸不清我们手里到底藏有什么秘密武器，所以才用挑拨离间的法子，想借皇上之手把我杀了。没有了我镇守这里，他们就可以领兵直接杀入京城，达到彻底占领东离国的目的。这晋华国真是小人，明着打不过就想来阴的，敢在背地里这么算计我，真当姑奶奶好欺负吗？总有一天我非得去灭了他们的老巢不可。想要灭晋华国还是有点困难的，我们的造船技术并没有他们高，你若是想要灭他们，估计还需要些时日，等我们的造船术提高了才行啊。
我若是想灭他们，不过就是分分钟的事情，根本用不着造船。不过我现在不想灭他们，毕竟我可不想为皇帝老儿白打工，到时平定了四海，反而让他有空来折腾我们就不好了。除非轩辕锦当皇帝，不然他宁愿守着边关这1亩3分地儿，过自己的逍遥日子。不过虽然不去灭他们的国，但此次来的几10万人马，咱们还是得给他留下来，不然放任他们在眼皮子底下跳，会让我觉得浑身不舒坦。在东方玉还等着自己实施的挑拨计划成功，然后坐收渔翁之利的时候，根本没料到苏沐雪已经带着人摸到他们的驻地边，准备看准时机主动发起进攻了。苏沐雪从空间里对出高倍望远镜，仔细观察了敌人军营的情况，然后转头递给轩辕锦。阿锦，你来看看。轩辕锦把望远镜放在眼前，心里吃了一惊，没想到这玩意儿瞧着不起眼，却能把几百米远的景物看得像跟眼前一样清楚。沐雪，这是何物？怎能把远处的事物看得如此清楚，就仿若眼前一般？这个呀，叫望远镜。你别看它小小的，但是作用可不小。有了它，打仗的时候就可以侦察敌情，定位目标了，还可以用它来观察敌人的部署、人员活动情况，这样就可以随时调整作战方案了。苏沐雪一边讲，一边教他如何调整望远镜的焦距。轩辕锦听得津津有味，越是了解，就越是对这个望远镜爱不释手。沐雪，这个望远镜可以给我吗？当然可以了，等下次去见你外祖父的时候，我们也给他带一个，这样他跟鹤羽国对战的时候，就可以观察敌人方位和布阵情况，率先抢得先机了。沐雪，谢谢你。又说傻话了，你我是夫妻，你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，谢什么？想了想，他又解释道：不过望远镜可以给，但是热武器之类的就不打算给人了，我不想这个世界因我而大乱。我明白的，这是我所担心的。幸好你考虑周全，每次打仗的时候，枪支弹药都是分发给玄策他们使用，战后又立马收回，这样就有效避免了有人拿走枪支，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。轩辕锦说完，又想起当初他卖皇上那批手枪，不由得面露担忧道：可是当初你卖了几万支手枪和弹药给皇兄，以他的野心，绝对不会买着玩的，以后定会大规模的用在战场之上，这可怎么办？放心吧，那批手枪全都是残次品，连弹药都是，他就算想用也用不成的。要是轩辕龙想强行使用，那就等于伤敌300，自损却达1000，这么不划算的事儿，相信傻子都不会干。你这个坑人小能手，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把手枪卖给皇兄，只是想坑他一把而已？阿锦，你可真聪明。确实，当初卖手枪给他时，一来我是想坑他一笔银子，二来是想借着这笔大买卖让空间升级，并不是诚心想卖给他，而是等到机会就把这批手枪搬回来。那你后面怎么又给了他一批残次品？那就要怪他喽，谁让他自己不做人，叫你来守边关却只给5万人，这不摆明了让你过来送死吗？既然他不仁，那我就不义。要是搬走他的手枪，只会让他气得吐血一阵子，但要是让他自以为有神兵利器在手，野心膨胀到极致的时候，结果却发现这东西不仅不能用，还会伤害自己人的时候，你说他会是一种怎么样的表情呢？这种让人从高处突然跌下来的感觉，比起搬空手枪的干净利落来，是不是要爽很多？你呀，可真是半点亏都吃不得。当然了，本姑娘什么都吃，就是不吃亏。轩辕锦很喜欢她这副狡黠又不失可爱的模样，不由伸出手宠溺地揉了揉她的头。两人聊了一会儿天，又继续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动静。这边东方玉跟库兹克还在帐中边吃饭边商议，想着让自家朝廷补给粮草，等待东离国皇宫传来离间成功的消息。都怪那个该死的轩辕锦，若不是有他挡道，咱们现在都已经一路打下去了，还可以边打仗边抢粮草。
根本就用不着朝廷再补给。放心吧，这只是暂时的。等东离国的皇帝处理了轩辕锦，咱们就可以直接发兵。夜里丑时时分，东方玉的军营已经渐渐沉寂下来，大部分人已经进入沉睡当中，只有巡逻的士兵还在尽职地执行自己的职务。苏沐雪指使小七从高空中飞过，躲开地面巡逻士兵的视线，直飞到营地中央，才往下降低身形。等到了合适的距离，苏沐雪快速从空间拿出手雷，精准地朝着一顶顶营帐上扔。镜花跟刘盈两国的驻地立马响起震耳欲聋的声音，顷刻之间地动山摇，许多人从梦中惊醒，还没明白怎么回事，就已经归了西。快点去禀报元帅和将军，有人偷袭！东方玉早就已经被震耳欲聋的声音吵醒，士兵来禀报的时候，他刚好穿戴整齐，正准备出营帐查看情况。听到有人真的敢偷袭，他一时没反应过来，脱口而出：究竟是何人如此大胆，竟敢来偷袭我们？说完后，语气中带着愤怒大吼：巡夜的人都在干什么？怎么有人来袭不事先预警？将军，敌军是从天上来的，地面巡逻的人根本就发现不了啊！哼，一派胡言，人怎么可能从天上来？一定是巡夜的人偷懒。等打完这场仗，看我怎么惩罚他们。东方玉气冲冲地拿出长枪出帐迎敌，心中根本不信有人会从天上下来这番说辞，只以为是巡夜之人为了推辞找的借口。刚走出营帐门口，他住的营帐就被炸成了一个大坑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怎地如此厉害？刚刚他若是迟出一步，只怕此时就已经被炸成了肉泥。不过他毕竟是个身经百战的将士，只呆愣了一会儿，就立马反应过来，声嘶力竭地朝士兵大喊：大家散开，不要围在一起！士兵们闻言连忙飞快地四散开来。看来这领头的人还是有一点脑子嘛，这么快就想到了对策。距离比较高，东方玉穿了铠甲又戴了头盔，苏沐雪没有认出来。他本来炸完营帐之后还想炸扎堆的士兵，没想到这些人突然间就散开了，再用手雷有点浪费，他只好遗憾地吩咐小七飞回去，落在轩辕锦身后无人之处。给我杀！霎时间杀声震天，机枪声响个不停。刘盈和镜花两国的士兵们好不容易才从苏沐雪的手雷下存活下来，惊魂未定，此时却已经变成轩辕锦等人的枪下之魂。热武器对上冷兵器，结果不用讲，那简直就是完全碾压。轩辕锦的机枪队所到之处，敌兵根本无一生还。面对如此强大的武器攻击，镜花和刘盈两国的士兵完全不敢恋战，个个哭爹喊娘的丢盔弃甲，抱头逃窜。轩辕锦带着机枪手们在前面开路，直往敌军营地深处推进。东方贤弟，不是说无人敢来攻打我们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待东方玉回答，他又慌乱提出：这敌方的武器实在强大，我们恐怕顶不住了，还是赶紧快逃吧。东方玉看了一眼一片狼藉的营地，又看了看从四面八方围过的人，面沉如水，苦笑一声道：除了死战，我们逃不了的。他心中已经猜到这次来偷袭的人是谁了，真是没想到他竟然真的敢用几万人来偷袭他的60万人马。不得不说，这个东离国的战神确实有胆量，仗着手中强大的武器，简直是为所欲为。通知下去，让所有的将士都集结起来，想要活命的就跟着我一起去杀了轩辕锦。听到东方玉的指挥，士兵们好像找到主心骨，很快所有人聚集起来。只是60万大军，如今剩下不到8万，东方玉感觉心都在滴血。他打了这么多年仗，从来没有一次损失像现在这么惨过。压下心中的痛意和愤怒，他快速调整剩下的队伍。
如今的局面不适合骑兵战斗，他让步兵手持长枪和盾牌在前面开路，抵挡轩辕锦的武器进攻。弓箭手们就在后面用弓箭射杀，会引术的武士们则偷偷摸进敌人队伍里搞暗杀。只要端掉轩辕锦这支拥有逆天武器的队伍，其他的人就不堪一击了。库兄还有什么安排吗？若是没有，我们就杀出去，将轩辕锦杀掉，给将士们报仇。库兹克也是做将领的，知道这样的安排是最好不过，当即摇了摇头道：“就依贤弟的打。”然后转头高声对士兵们喊：“流萤国的将士们，我们杀出去，杀了轩辕锦，给死去的将士们报仇！”士兵们大声欢呼，胸中燃烧起愤怒的火焰。吊起士兵的士气之后，东方玉带人朝外面冲去，刚好与追来的轩辕锦等人对上。两军一碰面，真是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轩辕锦在哪儿？他堂堂战王，竟然搞背后偷袭的把戏，当真是不要脸！比起摄政王以多欺少，还在后面像长生妇人般挑拨离间的本事相比，本王还是差得太远了。东方玉，你以为与留在东离国那10个镜花国美人内外勾结，使一使美人计，就可以蛊惑朝臣，污蔑本王谋反，成功让皇上杀了本王，或者卸下本王的兵权？这样，你们就可以攻破阳城关，然后挥兵一路直下，再攻破京城，达到侵灭东离国的目的，是吗？你简直就是胡言乱语！东方玉听完他的话，脸色一变，不明白为什么轩辕锦会知道他们的计划，不过脸上坚决不承认就是了。是不是胡说八道，你自己清楚。老话说得好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这句话，我想摄政王你应该是听过吧。东方玉见他知道了，也没有辩驳，望着轩辕锦带着的10几个人，面露不屑地转移话题。轩辕锦，虽然你偷袭成功了，让我只剩不到10万的兵马，可就算如此，我的兵力还是比你多。现在我已有准备，你的偷袭已经起不了作用。就算你手里有强大的武器，那又怎么样？本王就不信这么多将士会杀不了你这么几个人。弓箭手，准备好！东方玉大喝一声，所有弓箭手立马拉开弦，等待他的一声令下。轩辕锦也立刻指挥机枪手蹲下，降低目标，将手中机关枪对准东方玉的人。两方将领同时喊出声，空中顿时响起箭雨划过夜空发出的咻咻声和子弹出膛的哒哒声。一批批的镜花流萤士兵随着哒哒的机枪声惨叫着倒下，而铺天盖地的箭雨落在轩辕锦等人身上，就像没有带箭矢一般，纷纷地掉在地上。镜花国和流萤的士兵见自己射出的箭在对方身上根本不起作用，顿时有些慌乱起来。摄政王，将军，他们根本就不怕我们的箭呢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身上穿的是什么铠甲？原本还挺有信心的东方玉也有些慌了神，望着轩辕锦与他的人那身形奇怪的打扮，心里顿时明白，他们能扛得住剑的攻击，肯定是身上那套怪的盔甲在作怪。然而回答他的只是哒哒的机枪声。眼见自己的士兵一批批的倒下，而对方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伤害。库兹克看见自己的兵越来越少，心中气到吐血，朝着轩辕锦大喊：战王，你们躲在盔甲后面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有种脱掉盔甲，我们真刀真枪的上！我说你这人长得丑，还想得挺美啊！我们自己有护身的铠甲，为什么要听你的脱掉，然后肉搏？就你那猪脑子，还想用激将法呢？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！呸！库兹克被他骂得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恨不得跑过去撕烂他的嘴，可人家不受激，他也无可奈何。一场拼杀下来，东方玉手中的兵又折损大半，眼看这样下去就要全军覆没了，他咬了咬牙，对轩辕锦道：锦王爷，咱
咱们就此停手如何？阿锦，东方玉故意在吸引你的注意，给他的隐者们拖延时间。大家注意，快点往前方摆动机枪扫射。说完，率先举枪，朝着红点的方向开始扫射。轩辕锦等人反应迅速地举起枪，摆动身体扫射。幸好苏沐雪预警得早，才将所有隐者全部歼灭在距离他们3、4步远的地方。锦王妃！东方玉眼睛赤红，面色狰狞地望着对面的苏沐雪，恨不得将坏他好事的女人碎尸万段。镜花国的摄政王这就生气了啦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接下来我还要把你们通通都杀掉呢。啊，对了，不止你们这些人，还有你们的国家，2个整天想要抢夺别人东西的卑劣民族，也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。等哪天姑奶奶我心情好了，就去帮你们改朝换代一番吧，不要太感谢我哟。锦王妃，你敢不敢不用手上的武器，只用刀剑与我决一死战？东方玉，你敢不敢不用刀枪，站着让我射你几梭子？哼，锦王妃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哼，不是你先把人当傻子的吗？怎么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啊？姑奶奶懒得跟你胡扯，今儿个要么投降，要么死，你们自己选一个吧。休想！就算是死，我镜花国的人也不会投降的。没什么好说的，一个字：打。战场上一时间，刀剑声、机枪声、喊杀声震耳欲聋，大家都杀红了眼，脑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杀。1个时辰过去，镜花和刘盈的人全部被斩杀殆尽，库兹克也被射成了蜂窝，倒在一边死不瞑目，只有东方玉还剩了一口气。若是这武器是我镜花国的，这一仗你们根本不会赢。可惜你们人品不行，不配拥有。锦王妃，你别得意，我们的国君迟早有一天会带着大军过来踏平东离国，为我们报仇的。哦，是吗？那你记得在天上催促他快些来，不然等到我过去灭他的时候，你的愿望就实现不了了。你！东方玉被他的话气得吐出一口鲜血，苏沐雪不耐烦地扣动扳机，直接把他送到西天。死就死呗，废话可真多。打了一夜的仗，苏沐雪回到家一动都不想动。兰儿心疼地帮他打来洗澡水，扶他进了澡桶，想让他清洗一番，去身上的疲劳。王妃今日您辛苦了，奴婢来帮您洗澡吧。兰儿，你先下去。可是王妃她今日打仗辛苦，奴婢看她连洗澡的力气都没了，想伺候她洗澡。用不着你，本王会亲自帮她洗的。王爷您也累了，这活还是奴婢来吧。青竹在门外瞧见男主子脸上已经乌云堆积，生怕再这样下去，兰儿会被他丢出门外。兰儿，我有事找你帮忙。他连忙找借口进来，把兰儿扯了出去。青竹姐姐，等我伺候完王妃再给你帮忙不行吗？不行，10万火急的事耽搁不得。我又一次争赢了的轩辕锦喜滋滋地除掉自己身上的脏衣裳，大长腿跨进浴桶里，笑着对苏沐雪说道：娘子，我们一起洗吧，我帮你捏肩。为谁辗转千年同心扉，梦一回化作泪，孤单的凄美却纷飞，但离别走下飞也不轮回。翌日日上三竿，苏沐雪还未起来，知道他昨日打仗辛苦，回来2人又胡闹了许久，
所以轩辕锦离开的时候交代兰儿不准让人过来打扰他。苏沐雪就这么一直睡，过了52刻才起身，起来都已经过了吃午膳的时辰了。兰儿见主子醒来，连忙端了洗漱用具和水过来，贴心伺候着。王爷呢？王爷去军营了，走的时候还交代我不准让人来吵您，要您睡到自然醒。兰儿，今天你来帮我输一个仙女记吧。今日王爷不在，终于没人跟我抢了。王妃，您这头真好，乌黑亮丽，就如那缎子一般，难怪王爷每天都要抢着帮您梳头。兰儿爱不释手地梳着主子的一头秀发，动作熟练地将发丝分成一缕缕，然后开始造起形来。没多会儿，一个漂亮的仙女髻就在她手下成型，最后再找出步摇等装饰配上就可以了。饭后，苏沐雪出去转了转，全城百姓都在欢天喜地庆祝昨日的胜利。敌国军队被全军覆没，他们再也不用害怕被屠城了。而且前些日子种下的土豆，如今长势特别好，马上就可以丰收，他们再也不会饿肚子了。当然，他们也永远记得，如今这好日子都是锦王爷和锦王妃给他们带来的。百姓们开始争先恐后地给自己亲人们带消息，告诉他们敌军已经被打败，如今的阳城关日子有多好，锦王与锦王妃多关心百姓等等，游说他们赶紧回来安家置业。许多曾经背井离乡的人听到这个消息，虽然将信将疑，但也陆陆续续地回来安家。当看到这儿的情景真如亲人所说一般，连忙又开始给自己认识的亲朋好友去信，邀请他们来阳城关定居。随着阳城关的名声越来越好，来定居的人也越来越多，刘季这个守备也忙得不可开交，天天规划整顿城市建设。苏沐雪把一些现代城市管理方法细细讲给他听，这让刘季受益匪浅，管理起阳城关来是越来越得心应手。随着人多起来，百姓开始安居乐业，曾经荒凉的阳城关也渐渐变得繁荣起来。随着百姓越来越多，苏沐雪除了让他们种植土豆和红薯，还根据靠海吃海的道理因地制宜，组织一部分百姓发展渔业，将捕到的海鱼销往内陆，又发展了纺织业等等，让百姓们生活越来越好。没到2年时间，阳城关的繁荣程度都可以与京城相比了。而远在京中的轩辕龙，自从知道轩辕锦带着区5万人竟然灭了镜花与刘盈的80万大军之后，他对这个九弟的忌惮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这2年时间，他使用过无数种方法，想要将人召回京，可最终都以失败告终。轩辕龙记起当初找长留派买的那些手枪，他本来想留着等到一统诸国的时候用，看来不用等到以后了，现在就拿出来对付这2夫妻吧。想到这儿，他当即吩咐江德海：你去把凤安将军喊来，就说朕有要事与他相商。江德海领命而去，不多时就带着一个年轻的将军进了养心殿。微臣赵平叩见皇上，愿皇上万岁万岁。好了好了，别说那些废话，你上前来，朕有要事要你办。赵平见轩辕龙神色严肃，连忙走到他跟前等候吩咐。皇上请讲。赵平，你是朕的心腹，有件事别人做朕不放心，必须要你来。承蒙皇上抬爱，微臣甘为皇上效犬马之劳，死而后已。好，不愧是朕看中的人。不知皇上有何事交代微臣？朕要你成立一支手枪精锐，枪法要比锦王妃还要好，能做到吗？皇上当真要让臣来训练手枪精锐？当然，君无戏言嘛。可是，皇上，我们没有手枪啊。轩辕龙没有接他的话，反而朝着大太监总管喊了一声：江德海。奴才这就去办。
说完走出养心殿，没过一会儿再进来时，身边就多了几个抬着木箱的侍卫。皇上，东西已经拿来了。打开，给赵将军瞧瞧吧。这……江德海打开其中一个箱子，对赵平说道：“赵将军，请看。”赵平走过去一瞧，箱子里面排列的整整齐齐，竟然全是手枪。竟然有这么多的手枪！赵平拿出其中一把，爱不释手地玩起来，看了好一会儿才问道：“皇上，这个手枪怎么使用？臣不会呀。”拿着东西走，去御花园我教你，等你会了再教其他人。赵平，快搬动扳机，不用瞄那么久的。皇上，我试了，手枪没反应啊。赵平也急得不行，他连续按了好几下，除了咔咔声，根本没有东西飞出来呀。这不可能，一定是你手法不对。轩辕龙放下捂着耳朵的手，走到赵平身边，拿过他手上的枪，自己朝靶子射了起来。结果除了咔咔声，根本没有一颗子弹出膛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下轮到他傻眼了。他将手中枪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，也没看出什么问题。他皱起眉头，自言自语：“真是怪了，我手里那把不是使用的好好的吗？怎么这把就不行呢？”江德海在旁边想了想，迟疑地说道：“皇上，会不会是时间久了，子弹受潮的关系啊？”不可能，这些枪支我曾特意交代过御林军，让他们放在高处，谨防受潮，不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江德海，你让人去把养心殿的其他手枪和子弹都搬过来。江德海一路小跑着往养心殿去，半炷香的时间都不到，就让人把养心殿的子弹和枪支全搬来了。全部给朕试一遍，朕就不信打不出子弹来。为了减少时间，轩辕龙喊了几个御林军过来帮着一起试。正在大家试的时候，突然砰的一声巨响，其中一个御林军手中的枪竟然炸膛了。受伤的御林军因为失血过多昏迷过去。这番场景吓得其他人将手中手枪一丢，不敢再碰一下，生怕下一个出事的是自己。轩辕龙也吓得不轻，立马喊了御医过来给伤者诊治。陛下，此人伤势过重，恐怕……这只是个偶然罢了，大家接着给我试。他是皇宫中的主宰，下了命令，他们不敢不从，只得忍着害怕的心情，在心里默默祈祷自己不会是那个倒霉之人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刚才那个御林军开了个坏头，在后面的测试中，手枪接二连三的炸膛，受伤的人是越来越多。不一会儿，地上就横七竖八的躺满了被炸伤炸死的人。皇上，饶命啊！轩辕龙面色惨白，不可置信地望着地上那一堆花了大价钱买来的无用废物。他的银子，他的千秋霸业呀，就这么破灭了。一下子接受不了的他，气得心口气血翻涌，不由得呕出一口老血，两眼一翻，直挺挺地往地上倒。皇上！皇上！幸好御医还没走，见皇上晕了，几个箭步冲过来，诊完脉发现是急火攻心。因为医治及时，轩辕龙片刻功夫就醒了过来。快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扔了，扔得越远越好。江德海赶紧喊人过来，将东西全部拿出去扔了。让他们扔的时候扔好一点，不要再祸害宫里的人。皇上，您可千万要保住龙体呀！后宫里，纯嫔和丽嫔接到镜花国的来信，国君让他俩想办法把东离国弄得天下大乱，最好让他们自相残杀，让镜花国人有机会杀进京城，为死去的摄政王和将士们报仇。看来我们少不得要做一回祸国的妖姬了。若是能为摄政王报仇，做一回妖姬又何妨呢？
京城里即将风起云涌，可杨承关对此一无所知。穆雪，听京里的人说，皇上前些日子派出大量影卫和士兵，说是要去找长留派的人呢。还找长留派干啥？莫非这皇帝老儿贼心不死，还想买武器不成？应该不是。听说前些日子御花园里面发出了好多爆炸的声音，然后抬出了好多具御林军和太监的尸首。接着皇兄有好几日不上朝，然后就派出大量的人去东海找长留派了。我明白了，看来他是发现那批手枪不仅不能杀敌，还要伤自己人，所以这是恼羞成怒，想去找长留派算账了。可惜呀，只能白费功夫了，因为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长留派的存在。那批手枪真的不能用吗？放心吧，本来手枪就是残次品，我给他的子弹也是残次品，根本就是一些没用的东西。轩辕楼若是一意孤行的想用，那伤的只会是他自己人。听到苏沐雪这么笃定，心中担忧彻底放下，又跟他说起京城发生的其他事来。若纯平、丽嫔真是镜花国做戏，那他们故意挑唆皇帝与轩辕锦书的关系，此举恐怕就是想让东离国乱起来，好让镜花国有机可乘。看来这镜花国想亡东离的心不死啊。照这么下去，京城恐怕用不了多久就会乱起来了。苏沐雪不仅有些担心起南英跟顾罗的安危来，她打算明日就给两人去封信，问问他们愿不愿意来阳城关定居。翌日，她写了2封书信交给早就来阳城关的福伯，让他找可靠之人送去京城给2位好友。怎么样，福伯，在这里还习惯吗？当然习惯，这边的气候可比京城好多了，冬天一点都不冷。自从来到这里之后，连跟随我多年的老寒腿都没再犯了呢。平静的日子就这么一过就是大半年。这日，苏沐雪刚刚吃完午膳，就听见有人来报，说城外有人找她。你们怎么来得这么突然？她当初去信时，2人没有回信，她还以为2人不想过来呢，没想到他们竟然一声不吭的就过来了。哎呀，说来话长了，等一会儿我们再仔细给你讲吧。好，那你们先跟我回去休息吧。其他人等3人叙完旧，这才上来打招呼。苏沐雪这才发现南宰相、顾征成还有上官云竟然也来了，但这不是说话的地方。打完招呼，苏沐雪就连忙引着大家先去自己府中休息。才安顿好大家，轩辕锦就回来了。他带着南宰相、顾世成还有上官云进了书房。苏沐雪指使下人给3家人整理客房。上官云来的只是他一人和一个随从，比较好安排，前院的客房就可以安置。顾家来的是顾世成夫妻，还有顾罗跟他弟弟顾宇，每人也只带了1个下人，人口也简单。苏沐雪让他们住在西厢的3间屋子。南家的人比较多一些，除了南廷玉夫妻南烟之外，还有南家长子南逸轩、长媳苏氏，还有2个姨娘、庶女及丫鬟。苏沐雪就让福伯给他们准备了一个大一点的单独院子，这样可以一家人住在一起，也比较自在一些。南夫人对苏沐雪的安排很满意，特地向苏沐雪道谢了一番。想到众人赶路休息，苏沐雪跟他们聊了一会儿，让大家好好休息就离开了。孙姨娘站在一旁望着她的背影，笑着向南夫人打探道：姐姐，这锦王府邸怎么冷冷清清的？难道就只有王妃一个女主子吗？南夫人是何等聪明之人，顿时就明白了她的心思。收起你们的小心思，不然别怪我把你赶出南家去。乔姐姐这话说的，我不过是好奇问一问，能有什么心思呀？没有最好，记住了，有些人不是你们能消想的。南夫人敲打完，懒得再看这2个不省心的母女一眼，转身去了苏沐雪帮她准备的屋子。没用的蠢货，不知道帮着自家人就算了，还在这摆脸色给谁看呢？要是我女儿攀上锦王爷，到时候有你求我们的时候。好颖儿啊，这件事你可千万别听那个蠢货的。娘告诉你呀，像锦王这么丰神俊逸又能力卓绝的男人，
只要你能攀上他，后半辈子保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比你那愚蠢的嫡姐不知道强上多少倍。孙姨娘心中暗笑难言蠢，有苏沐雪这块搭上锦王的跳板都不用，非要去喜欢上官云。虽然上官云家世也不错，可比起轩辕锦来，那可是差得远了，傻子都应该知道选谁。南颖儿被他说得有些心动，想到刚刚那个充满贵气的英俊男子，脸上不由浮现出一抹娇羞来。南夫人把孙姨娘的心思告诉了自己的夫君，南廷玉听完顿时脸色就变了。夫人，你让人看好他们两母女，若是他们执意要胡来，不用过问我，随你去处置。总之千万不能让他俩得罪了锦王妃。妾身明白，以后定会好好看着他们母女俩的。其实不用夫君说，他都会好好看着孙氏母女，绝不让这两个不省心的女人毁了他女儿的大好前程。只是我们如今住在这里，难免会有看顾不周的时候，若是被他们抓住机会惹怒了锦王妃就不好了。为了避免麻烦，以妾身之见，咱们还是早日找到府邸搬出去为好。夫人顾虑的是，这2日为夫便着人去寻房子，寻到就办。翌日，苏沐雪给3家人举办接风宴，南烟跟顾罗一早就过来找苏沐雪，听说他要举办宴席，都嚷着要吃烤串。自从苏沐雪来到边关之后，他俩已经好久没吃过了，着实想念得紧。苏沐雪笑着说，烤串晚上再安排，中午要请他们吃一顿以前没吃过的新菜式火锅。火锅是什么锅？是种很好吃的美食，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，包你们吃了还想吃。沐雪，你这食材怎么一盘盘都是生的？难道要一一吃生食吗？放心吧，不会让你们俩吃生食的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边关真的像京城人讲的那样是茹毛饮血的呢。什么茹毛饮血呀？你们少听那些没见识的人胡说八道，这里可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不堪，反而有很多京城所没有的新奇，你们以后就知道了。好香啊，难道这就是火锅吗？是的，这个是火锅汤底，白色的是清汤锅，用的鸡鸭猪骨等熬制的高汤制成的锅底。不喜欢吃辣的人呢，一会儿就用清汤烫菜吃。红色的那个是麻辣火锅汤底，用的是牛油火锅底料加上高汤熬制的，吃起来麻麻辣辣特别爽。喜欢吃辣的人一会儿就用这个烫菜，然后蘸着桌上的料汁就可以吃了。等一切准备妥当，轩辕锦已经带着客人进了膳厅，所以男客就由轩辕锦去招呼，苏沐雪则把女客们带到另一桌坐下。看到来的女客只有顾夫人和南夫人和她的长媳苏氏，南家2个姨娘和庶女都没来，苏沐雪愣了一下。不过想到这古代妻妾等级森严，想来2个小妾跟庶女可能是没有资格跟正妻出席吧。既然如此，那等会儿让丫鬟端些锅子去院子，让他们自行食用，也算尽了地主之谊。大家可以亲自挑选自己喜欢的菜，像我这样放入锅中，然后烫一烫，再蘸一些你们面前的料汁吃就可以了。担心客人不知道分辨辣和不辣的汤底，苏沐雪又交代了一下，你们喜欢吃辣的就放到红汤里面烫，不喜欢吃辣的就放到清汤里面烫。还有你们面前的料汁儿，一碟是辣的，一碟是不辣的，蘸的时候要注意看。南夫人、婆媳和顾夫人都是京中贵妇，还从来没见过这种自己动手烫菜的吃法，顿时觉得新奇，也伸出筷子学着苏沐雪的样子，夹起自己喜欢的菜放到锅里烫了烫，然后蘸上料汁尝了尝，顿时觉得唇齿留香。锦王妃可真是巧思之人，竟会想出这么新奇的吃法来。是啊，没想到这菜和肉放到锅里涮一涮，竟然会这么好吃，真是让人吃得欲罢不能啊。顾于是喜欢吃红汤，这种麻麻辣辣的味道让他感觉很上头，吃的是通体舒畅。苏氏是新媳妇儿，看起来文文静静的，听到婆母与顾夫人的赞叹，边吃边微笑着点头表示赞同。
暮雪，这火锅实在是太好吃了，以前在京城也没见你做过，是来到这边才发明的吗？其实一直都会做，只是那时候比较忙，没有时间画图纸让匠人做锅。等到这边冬天无事的时候，我就让人把铜锅做出来了，这样天气冷的时候就可以吃火锅，暖和暖和。这个火锅吃起来很过瘾，而且确实很暖和，我现在都感觉自己浑身都在冒汗了。女人这边如此，男人那边更甚。哎呀，老夫这几十年来也算是吃遍了天下美食，可从来没有吃过如此美味的火锅，还有这个酒，入喉绵长，喝起来别有风味。今日托晋王与王妃的福，让老夫尝到了2种不同的美食，真是三生有幸啊。是啊，看来我们这次辞官来阳城关是来对了。若是在京城，哪里能吃到如此美味的锅子，还有这么够劲儿的美酒呀？一顿火锅足足吃了1个半时辰，这才宾主尽欢的散场。南廷玉带着微醺愉快地跟轩辕锦夫妻告了别，这才带着家人回院子。刚走进门，孙姨娘就上来哭诉委屈：老爷，这锦王妃真是太过分了，竟然让下人送了一堆生食过来，还让我们自己动手做来吃，简直就是不把咱们南家人放在眼里吗？哼，姨娘若是觉得我朋友招待不周，让你受了委屈，那你就去外面找间客栈住吧。大小姐，话可不是这么讲的。锦王妃她如此不把咱们南家放在眼里，不过就是仗着这府里只有她一个女主子而已。若是什么？孙姨娘以为她是听进自己的话了，立马拉过女儿，笑着继续讲：你们看颖儿长得虽然不是貌若天仙，但也算是清秀佳人。若是大小姐想办法能让她进这府里做王爷的平妻，有了王爷撑腰，看她锦王妃还敢不敢不将咱们放在眼里。二妹妹，你也是这么想的？我愿意与锦王妃共同服侍王爷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一个庶女而已，连给暮雪提鞋都不配，竟妄想跟她平起平坐，还想从她手里抢男人，这是不自量力还不知羞耻。我告诉你们，趁早死了这条心，不然别说暮雪饶不了你们，就是我也饶不了你。姐姐，老爷，大小姐这么说也太伤人了些，毕竟颖儿也是为了咱们家好啊，怎么就不知羞耻了呢？老爷您想，她若是嫁给了锦王，以后咱们与锦王府就是妥妥的姻亲关系，这不比朋友关系来得更牢靠吗？有了这层关系呀，咱们南家以后在这边关，岂不是可以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了？孙姨娘说完，瞟了一眼南烟，语气中带着讽刺道：哼，大小姐自己没本事，搭不上锦王爷，还要阻止自己的妹妹攀登青云路。老爷，你可要为颖儿做主啊！青云路，哼，我看是死路。不仅你俩作死，你还想带着南家人一起死。南烟说完，根本不想理会他俩，转头看向自己爹，生怕他与孙姨娘母女一样起了歪心思。父亲，你也知道暮雪的手段，想想当初那些京中大臣们得罪过他的下场吧。还有，不要忘记咱们来边关是为了投奔暮雪他们的，不是为了结仇。若是再任孙姨娘和二妹妹这么胡闹下去，得罪了暮雪，只怕咱们南家别说在这边关立足了，就算连性命都不一定能保得住。到时候可别怪女儿没提醒过您。以后进了孙姨娘和南颖儿的族，不准他们踏出院子半步，等找到宅子立马搬走，然后给南颖儿赶紧找个婆家嫁出去。妾身知道了。钱嬷嬷吩咐人将孙姨娘和二小姐关在屋里，若是他们敢不听从，即刻打断腿。孙姨娘和南颖儿顿时傻眼了，没想到最后是这般下场。反应过来之后，孙姨娘就想哭着求南廷玉：既然孙姨娘不听主母的话，
要继续胡闹，那就直接发卖吧。南颖儿就送去安堂，与青灯古佛常伴此生。颖儿再也不敢瞎想了，还望父亲开恩，饶恕女儿这一回吧。老爷，奴妾再也不敢有非分之想了，这就带着颖儿回屋禁足反省去，求您不要发买了臣妾。南廷玉神色未动地拂袖而去。孙姨娘见男人如此绝情，只好转向求南夫人：夫人，求您看在奴妾也为南家生育过子嗣的份上，饶了奴妾这一回吧。往后妾定会按照夫人的意思行事，绝对不会再妄想不属于自己的人和事儿了。南夫人当然知道自己夫君之所以说得这么坚决，其实只是想恐吓孙姨娘母女，让他俩不敢再起坏心思，并不是真的要把她发卖了。不过难得有机会惩治孙姨娘，她才不想这么轻易的放过。于是又敲打一番，等孙姨娘害怕到极致，才善心大发的饶过他们这一次，并警告若有下次再求情也没用。出了南颖儿这事儿，南廷玉害怕夜长梦多，没过几日就找到房子，赶紧搬了家。临走这时，苏沐雪拉着南烟的手，依依不舍。原本还想我们3人多秉烛夜谈一段时间的，没想到你竟搬得这么快。咱们隔得又不远，以后想聊有的是时日啊。还有，等安定下来以后，我们再一起商议商议，看怎么把青岩阁的铺子撑起来吧。他这话当即就得到苏沐雪跟顾罗的一致赞同。顾罗还笑着提出心中打算：依我看，咱们不只要把青岩阁重新开起来，到时候再开一间火锅铺子，让咱们的生意双管齐下，遍地开花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看这事可行。沐雪做的火锅这么好吃，开了铺子生意一定会好。真没想到罗儿你的脑袋瓜子转得这么快，竟然想起开铺子来了。顾罗看南烟答应了，又把目光转向苏沐雪：当然可以了，毕竟谁会嫌银子多，是吧？那既然都同意开火锅铺，那不如我们找个时间坐下来好好的划算一番，看这铺子该如何开吧。可以。苏沐雪跟顾罗立即同意，3人又说了一会儿话，南烟才上了马车，跟家人一起离开。没过几日，顾家跟上官云也找到房子搬出去。府里突然间安静下来，苏沐雪还有些不习惯了。轩辕锦安慰她说如今都在阳城关住着，想见随时都可以见。苏沐雪失落的心情这才好了起来。日子如流水般过去，南家父子与顾世成都被轩辕锦安排在了合适的岗位。南廷玉任户部郎中，掌管城中物资调配和资金管理等事宜。顾世成喜欢水利建设方面的事，自己申请要了都水监丞的职位，负责阳城关水利建设与监督。南逸轩去了工部，任营造司郎中。如今的阳城关有了这些有才之士的加入，发展趋势自然是越来越好。加上轩辕锦两夫妻实行的男女平等制，城中不管男人女人，只要你有能力，只要你想，都可以参与经商、参军、上学，甚至女子还可以当官。时间一晃，又1年过去了。南烟跟上官云的亲事也定下来了，就在6月初8这日。沐雪，你来的可真早。不是我来的早，是你晚了。嘿嘿，没办法，我去了一趟铺子，然后再赶过来的。你也赶紧找个合意的人吧，你看如今我们3个就剩下你一个人担着了。哎呀，我这缘分不是还没到吗？等到了自然就会结的。你今天大喜的日子可别像我娘一样念得我头都大了。3人聊了一会儿，外面开始喊说新郎官过来迎亲了。苏沐雪赶紧把盖头给好友带上，刚刚弄好，丫鬟和媒人就进屋来扶着新娘子出门。拜别父母的时候，南夫人忍着眼泪叮嘱女儿，嫁到夫家要孝顺公婆，和睦妯娌，体恤相公等等。女儿知道，父亲母亲保重，女儿走了。等在一旁的南逸轩忍着心中不舍，蹲下身对妹妹说道：妹妹，哥哥来背你。谢谢哥哥。
南烟顺从地趴在哥哥背上，由他背着出门。刚出大门口，一身红衣的上官云早就骑着高头大马等在门口。见到大舅哥背着娘子出来，他脸上顿时浮现出喜悦的笑，立刻跨身下马，快步走到南逸轩面前。哦，谢谢大哥。上官云，我把嫣儿交给你了，从今后你要记得护她敬她，不准让她伤心。若是有一日你厌了她，记得不要伤害她，你来告诉我，我定会亲自去将她接回家。白首偕老的，妹妹走了，爹和娘就劳你与嫂嫂照顾了。爹娘我们会照顾好的，放心去过你自己的生活吧。说完，忍着伤感，又对上官云说道：快点回去吧，别误了吉时。新房里红幔、红烛、红喜字布置得一片喜气洋洋。上官云揭完盖头，还没来得及跟娘子多说几句话，就被人拉出去应酬了。他只得拜托跟过来的苏沐雪还有顾罗两人，让他俩好好陪一陪南烟。两人摆摆手，让他放心出去，然后一起踏入婚房。哎呀，看来上官姐夫真是爱惨了咱们妍妍姐，都恨不得待在婚房不离开了。那可不，那眼睛都恨不得粘在妍妍身上啊。南烟被他取笑的面色通红，可脸上幸福的笑容却怎么遮也遮不住。苏沐雪让南烟把下人全清空，然后神神秘秘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古怪的匣子，对南烟说道：给你看个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？苏沐雪看了看顾罗。你现在还用不上，要不先出去？我不要出去，既然是好朋友，有好东西当然要一起分享，怎么可以单落下我一个？你确定？一会儿吓得要跑，可不要怪我哟。切，什么场面我没见过，你们都不惧，我自然也不会惧。哎呀，郝沐雪，快拿出来吧，我都等不及了。好啦，我现在就开始放。苏沐雪开始鼓捣他拿出的匣子。沐雪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呀，叫太阳能放映机，它利用太阳能充电，然后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片子。这可是我前些日子才淘回来的好东西呢，便宜你俩了。苏沐雪打开放映机，往里面放了一个圆片般的东西，关上盖子，按了一个三角形的按钮，接着放映机上立刻出现了画面，还有风景，还有人物。这个盒子这么小，怎么可以装这么多人和景啊？而且还有声音呢。顾罗和南烟可从来没见过这么神奇的东西，盯着屏幕连眼都不眨一下，满眼都是惊奇。没等他们惊奇完，接着匣子画面一转，切到屋子中，只见画面上的一对男女先是用眼神望着彼此，像是能拉出丝一般，然后竟然慢慢脱起了衣裳，紧接着赤身拥抱在一起，片刻之后传来不可描述的声音。南烟跟顾罗先是被这种大胆画面惊到大张着嘴巴，半天都合不拢。反应过来之后，两人顿时羞得脸色通红，身子如坐针毡，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。哎呀，沐雪，你快让他们离开！哎呀，这是别人演的，你们两个老古董，这有什么呀？人家敢演，我们就敢看呗。想当初他在上大学的时候，和室友们在寝室可没少观摩这种人体构造片，现在也算是重温了。这有什么难为情的？食色性也，
人之常情。况且这样的片子我早就看过很多了。南烟见他半点羞涩都没有，看到有些动作之后还不忘评论一番。听到他这么讲，也鼓起勇气看向屏幕，慢慢的也放开了，竟然开始跟苏沐雪讨论起来。啊，还可以这样啊！学到了，学到了。沐雪，真的可以这样吗？会不会很难受啊？应该不会，要不你先记起来，找你相公试试就知道了。南烟虽然红着脸，但还真像个好学的学生一样，将自己感兴趣的动作给默默记了下来。看苏沐雪一脸淡定看片的样子，南烟好奇地问：沐雪，你是跟锦王爷一起看的吗？当然不是，我在没认识他之前就看过了，认识他之后哪里还敢看呀？啊，对了，你俩可千万别说漏嘴啊！若是让他知道我在看这个，只怕我的腰受罪不说，还有这放映机都会保不住。别的男人是醋坛子，他家那个简直是醋缸子。两人正在前面讨论的火热朝天，顾罗听到好友没成亲之前也看过这个之后，终于不再害羞，鼓起勇气一起观看。渐渐的，三个女人竟然看得意犹未尽，一部放完又找一部看，为了不让别人听到，还特意把声音调小了。三颗脑袋紧紧凑在一起观摩人体构造，知道新房外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，苏沐雪这才赶紧将放映机收了起来，趁人不备放进空间。三人刚坐直身子，就见上官云被贴身随从搀扶着回房了。妍妍，我们先走了。苏沐雪跟顾罗连忙起身离开，把婚房留给两个新人。南烟送走两位朋友，这才转身去帮忙搀扶上官云。娘子，你喝点茶解解酒吧。上官云看着眼前娇羞慌乱的女子，缓缓起身走到她面前。娘子，喝完这杯和心酒，以后我俩就是真正的夫妻了。南烟红着脸接过，与他喝了交杯。刚刚放下酒杯，上官云一把抱起他，在女人的惊呼中微笑着说道：娘子，夜深了，我们安置吧。说完，抱着女人往新床走去。南烟脑海中闪过放映机里的画面，心中半是期许，半是害羞的任由男人将她放在婚床上。床幔随着新人的动作缓缓落下，摇曳的烛火不停左右摇摆，像极了床上不能自控的人儿。这新婚的夜呀，还长着呢。阿锦，刚好你这些日子称病在家闲着，不如我们趁此机会去看望外祖父他们吧。他俩这些年一直说去嘉谷关看亲人，可总因为这事儿那事儿，一直抽不开时间。现在时机倒是刚刚好。也行，那我叫玄策去套马车。套什么马车啊？如今正在风口上，咱们要低调出行，等夜里坐着小七去就可以了。交代好事情，等到亥时一刻，外面已经黑到完全看不见了，二人这才坐上小七往嘉谷关赶。两人一灵，白日在客栈中休息，夜里赶路，终于在第3天某时一刻到达嘉谷关。为了不引起注意，两人还乔装打扮了一番，装成很平常的一对夫妇。若是不熟的人，根本就不知道他俩就是阳城关的锦王与锦王妃。两位找谁啊？我找张德彪，张老将军。你是？英娘就是。小厮听英娘二字，脸色一变，说了句稍后，人就转身朝屋里跑去。没过多久，院子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一个发须洁白的老人家走在前面，后面跟着2个中年人，3个年轻人急匆匆地一起过来了。看到门口站着的2个年轻人，他们眼中闪过一丝失望，不过并没有生气，而是客气地问：二位是谁呀？如何知道英娘的？元州拜见外祖父。你父亲，此处不宜讲话，咱们还是先进去吧。你大舅说得对，我们先进屋说话，你外祖母一会儿看到你肯定很高兴啊。说完率先走在前面，
招呼夫妻二人往里走。走在后面的张家大儿子吩咐门房小厮：“把门关上。”暮雪，这是外祖父。外祖父，这是我娘子苏暮雪。暮雪拜见外祖父。好好好，是个好孩子，元州有福气呀。谢外祖父夸奖。接着轩辕锦又跟苏暮雪介绍了大舅舅张启谋和二舅舅张启霄，两人如今在军中的职位是副将，是张德彪的左右手。苏暮雪笑着也跟两个舅舅行了礼。哎呀，元州啊，你身体不好，怎么不等我们去看你，反而自己出这么远的门啊？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可如何是好啊？是啊，元州，你身上的毒还未解，出这么远的门，会不会有事啊？大舅舅也是满脸担忧。大夫怎么说？这毒真的不能解了吗？二舅也一脸心疼地看着这个外甥，他与妹妹年纪最相近，两兄妹打小就关系好，如今妹妹只留下这么一个骨血，却身中剧毒，命不久矣，实在是让人揪心不已。让外祖父、两位舅舅担心了，是远州的不是。不过请你们放心，远州的毒已经解了，如今身体并没有任何事情。听说这个寒毒和千机是天下奇毒，无人能解。远州，你又是如何了解的？这还是多亏了暮雪啊，若不是有他，恐怕前2年我就已经毒发身亡了。哦，外孙媳妇竟然还会医术。暮雪她不只会，而且医术还很好，就连尹文浩都要向他请教。你小子倒是个有福气的，竟然找到个这么有本事的娘子。可不是嘛，远州如今过得这样好，妹妹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息了。说起早逝的张素梅，大家顿时陷入一阵沉默。良久之后，张德彪才转移话题：远州啊，你们这次过来边关的事情没人盯着，可怎么办呢？回外祖父，边关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有可靠的人盯着，不碍事。况且我如今对外宣称卧病在床，出不了门，就算10来日不在，也不会有事的。轩辕锦说完，又把这2年边关的发展和太后最近传来密旨3番5次督促他们进京，甚至不惜用上孝道来道德绑架，想以此逼他就范的事，都详细的跟张德彪父子讲了。我与暮雪感觉这里面很可能有什么阴谋，所以称病拖着，不打算进京，想再过一段时间看看。哎，你们顾虑是对的，这京城回不得呀。外祖父，您不觉得外孙这样无视太后懿旨，有些太不孝了吗？哎，元州啊，你外祖父虽然是个粗人，但并不是个愚忠之人，明知进京有危险，还一味地劝你去送死啊。况且我查到了一些事情眉目，关于你母亲。他话还未说完，门外就传来一阵喧嚣，紧接着一道苍老的妇人声音响起：老头子，老头子，听说远州来了，是不是真的？张老夫人的到来让原本就有些犹豫的张德彪将口中话又吞了回去。轩辕锦见外祖父话讲到一半又咽了回去，以为他是不想给外祖母知道，毕竟母妃去世这么久，怕引得外祖母伤心，于是也没有继续追问，而是抬头望向门口。远州拜见外祖母。真的是我的乖孙儿远州啊！老夫人眼含热泪地望着眼前的年轻人。好孩子，一转眼你都长这么大了，若是你娘看到你现在的样子，不知道会有多高兴。瞧你这老婆子，外孙和外孙媳妇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你不高高兴兴，反而还惹得大家哭一场，也不怕别人看了笑话啊！对，都怪我这老婆子年纪大了，累窝子钱。暮雪拜见外祖母。
哎呦，真是个标致又懂礼貌的好姑娘。好孩子，老婆子没什么好东西给你，就这一对镯子，给你做见面礼吧。雪儿可不要嫌弃呀。说着，从自己手腕上摘下一对祖母绿的镯子，伸手要戴到苏沐雪手腕上。苏沐雪看了一眼手腕上的镯子，是极品祖母绿，这东西可不便宜，而且看这个成色，应该是祖传之类。外祖母，这镯子一看就很贵重，外孙媳不敢收，您还是留着自己戴吧。长者赐，不敢辞。再说了，多贵重的东西也不过是个玩意儿，外祖母说给你就是你的，快快收下吧。老太太说完，不由分说地把镯子套上她的手腕。苏沐雪这下不好再拒绝，只好收下道谢。谢外祖母，这镯子雪儿很喜欢。喜欢就好。张老太太把镯子给了苏沐雪之后，又开始给她介绍起屋里的其他人来。雪儿，这是你大舅母李静雯，你若是缺少什么，只管找她拿就是了。大舅母好。哎呦，好孩子，刚刚过来的匆忙，没有准备什么好的见面礼。这只红宝石金凤钗你且收着，一会儿大舅母再给你找些好的玩意儿来。谢谢大舅母。苏沐雪一一接过道谢，然后也拿出带来的见面礼送给大家。送给张老将军的是一个望远镜和一套防弹衣。老将军对望远镜比较感兴趣，拿在手中翻来覆去的观摩，半天也没弄明白这是个什么玩意儿。外祖父，这个叫望远镜，您在对敌的时候，只要拿它放在眼前这么一看，远处的景物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张德彪听他这么讲，好奇地把望远镜放到眼前一看，果然远处景物就像在眼前一样清晰。哎呀，谢谢你啊，外孙媳妇，这个望远镜可真是个宝贝啊！有了它，我们以后不用离敌军太近，都可以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了。外祖父，这个望远镜还是可以根据需要调节的。这个阿锦会，一会儿让他教您就行了。张德彪听到他这话，连忙拉着轩辕锦去调试他新得的宝贝。苏沐雪又拿出2套全防护的防弹衣，递给张启谋和张启霄。大舅舅、二舅舅，这个是全防护的防弹衣，它比你们现在穿的护甲要轻，但是防御效果却比护甲好。有了它，你们以后上阵杀敌的时候，就可以减少受伤的几率。苏沐雪见他们心有疑惑，不由得笑着道：大舅舅、二舅舅，上面我有标注如何穿戴，你们不妨穿上，然后去试炼一番。行，谢谢外甥媳妇儿，那我们这就去试试看。男人离开之后，苏沐雪开始给女人们分发礼物。嘉谷关冬天天气寒冷，她给张老夫人送了长款的羽绒服，又送了许多的营养品。外祖母喜欢，改日我想法子再给您弄一件过来，到时候您可以轮流换着穿。我还见过那卖羽绒服的商人手里有一种叫保暖内衣的衣裳，平日可以穿在里层，暖和程度穿一件可以顶2-3件您身上穿的这种薄裳，而且一点也不影响穿在外面的衣服。到时候一起帮外祖母您带2套吧。不用再浪费那么多银子买什么保暖内衣，有这一件羽绒服就够了。没事儿的，外祖母，只要您老人家喜欢，穿在身上暖和就比什么都强。您的身体好，就算花多少银子都值得。雪儿，你这张小嘴儿哦，真真像抹了蜜一般的甜呐。哎呦，那外祖母您可得多夸夸我，那样我的嘴还能更甜呢。给张老夫人送完礼品，苏沐雪又给2个舅母各送了2套现代内衣。2个舅母拿着手上那少得可怜的布料，脸上全是问号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要怎么穿呢？这个就是肚兜和熟裤，您们到时保证会让大舅母和二舅母的身材看起来更完美，迷得你们相公神魂颠倒。哎呀，你这孩子怎么什么话都敢说？2个舅母听的是面色通红，嘴里难为情的娇嗔，可眼睛望着手中那奇怪的肚兜和亵裤时，眼神却亮得出奇。
送完内衣裤，苏沐雪又按二人的年龄各送了他们2套保养品和1套化妆品，让2个舅母对她更是喜欢的不行。哎呀，元州、沐雪呀，真是太感谢你们了。这望远镜和防弹衣只怕是整个东离国都找不到的绝世珍宝，2夫妻一送就是这么多，他俩哪里送的是东西呀？这是给他们张家保命啊！公公婆婆，远州跟沐雪远道而来，只怕都已经很累了，先让他们去梳洗休息会儿吧。瞧啊，这记性，光顾着高兴，都忘了这事儿了。静雯呐，你快把他们夫妻2人带去休息吧。儿媳遵命。李静雯朝着2老行了个礼，转身对轩辕锦2人说道：远州、沐雪，随我去院中吧。外祖父、外祖母、大舅、二舅、二舅母，那我们就先告退了。李静雯把他俩安排到了客院，又细心叮嘱一番，这才离开，让他们休息。丫鬟们打来洗漱用的水，2人打理一番，换好衣服，上床休息。虽然有小憩，但这2夜赶路还是挺累的，没一会儿他们就睡了，直到有人过来请他们吃饭才醒。2人起身整理好，才跟着来人一起去了膳厅。苏沐雪他们到的时候，其他人全到齐了。外祖父，我们这次是以外孙与外孙媳妇的身份来的，这上座的位置就该是你与外祖母坐才对。2人说完，把张老将军与夫人扶到上位坐下。几番推让之后，老2口这才坐了下来。坐下之后，苏沐雪发现人群里多了5个年轻男子，想来就是轩辕锦的表兄弟。果然，等他俩落座，5人开始自我介绍起来。年纪比较长一些的，留着2撇胡须的是大舅张启谋的长子张凌霄，在军中任校尉一职。另一个看起来年纪约27、8岁，稍显单薄的是张领文，他是张启谋次子，在军中任文书一职。看起来跟张领文差不多大的是张喜娇的长子张灵武。还有2个看起来21、22岁的年轻人，一个是张启谋的小儿子张领月，一个是张启霄的2儿子张领瑞，2人都是百夫长。看来这家张家男人的军衔没有空降，都是靠自己一刀一枪拼上去的。一番介绍寒暄过后，张领月性格比较开朗，望着苏沐雪满脸开心的道：多谢表兄表嫂送的防弹衣，实在太实用了，有了它，以后我可以放心大胆的在战场上多拼杀几个敌人了。虽然有了防弹衣，但是上了战场还是要时时保持一颗谨慎的心才行，不能只依靠外在的保护啊。你表哥说的对，三小子，你可不能站着有防弹衣就胡来。我知道了，以后一定会小心的。表哥，听说你曾以5万兵马歼灭了镜花国与流言国的80万大军啊，能给我们讲讲当时的情况吗？那时之所以能够以那么大的悬殊兵力战胜2国，其实沐雪的功劳是最大的。若不是因为有他，我根本就赢不了那场战争。接着，轩辕锦就把苏沐雪如何用手雷炸了敌营，为他们扫清大半敌人等事真真假假的说了出来。当然，像冲锋枪还有小七会飞这些事儿，他选择了隐瞒。手榴弹、手雷，众人听完他的讲述，心里的震惊简直无以复加，都在猜测苏沐雪的手榴弹、手雷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，怎么杀伤力这么大，以一己之力就能灭掉敌人大半的兵力。张元双望着苏沐雪的目光满是崇拜的星星眼儿。哈，表嫂，你太厉害了，简直就是女中豪杰呀！你表嫂何止这点厉害，她还建立了一支叫霸王花的女子军。这打起仗来，这些女子半点都不输男儿们呢。众人望着苏沐雪的目光，除了震惊还是震惊。女子从军，他们还是第一次听说。苏沐雪无奈地瞪了一眼炫妻狂魔轩辕锦，然后开始给张元双说起如何训练的女子军。他讲的时候，不止张元双听得津津有味，其他人包括张老将军也听得非常入迷。等他讲完之后，大家这才知道这不是轩辕锦在开玩笑，而是苏沐雪真有那个本事。他说的什么体能训练，什么技能训练，还有什么军事战略和心理素质等，都分得特别的细。元州、沐雪呀，明日随我去军营里逛一逛，
顺便提点意见，如何呀？行啊，反正我们也无事，就去军营里玩一玩吧。哎，表哥表嫂，我明日也跟着你们一起去，可以吗？那你得问外祖父和舅舅他们，他们同意了，我当然没问题啊。哎呀，祖父、爹、二叔，我也想跟表嫂一起去，就让我去长长见识吧，行不行？行，就让袁双丫头一起吧。不过有一条，去了军中没经过同意，不得到处乱走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祖父，孙女绝对不会乱走的。那明日就让我来陪表哥表嫂他们在营里逛吧。四哥，你毛毛躁躁的，还是待一边去吧啊！我来陪表嫂他们就好。哎，胡说，我哪里毛毛躁躁的了？明天必须我来作陪，你做你的事情去。不要吵，明日到了军营，你们都陪着远州暮雪逛吧，还有凌霄、凌文、凌武也一起。谢谢祖父。是，祖父。五兄弟听到明日都能作陪，心中顿时高兴起来。好了好了，吃饭吧，饭菜都要凉了。哈哈哈，好，吃饭喝酒。阿锦，几点了？还早，继续睡吧。苏暮雪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，自动往男人怀里钻了钻，找了个舒适的位置继续梦周公。翌日吃过早膳，苏暮雪换了一身男装，给轩辕锦和自己脸上改了个妆，这才出门准备去军营。来到大厅的时候，张家父子早已去军营，留下张领瑞他们等着。小伙子望着一高一矮两人进门，看起来怎么那么眼熟，可脸却是没见过的。想着家里应该不会有陌生人进来，他愣了好一会儿，才试探性的开口：表哥，表嫂。现在过去吗？还要等袁双。咋了？不认识我们了？确实有点。你们咋变成这样了呀？我和你表哥这次不是悄悄出来的吗？当然得做一点伪装才是啊。还是你们思虑周全。这嘉谷关虽然是他们张家驻地，但军营里有好几方的势力在，若是知道表哥他们来了这儿，只怕还真的会惹来许多麻烦。袁双表妹，就等你了。哎，暮雪表嫂，原来是你呀！听到熟悉的声音，张元双立马堆起笑脸跑了过来，亲切地挽着苏暮雪的手臂，望着她的脸打量，一脸惊奇道：哇，暮雪表嫂，原来你还会易容术啊！这个叫化妆术，你要是喜欢，改天我教你啊。苏暮雪挺喜欢这个表妹的性格，单纯又直爽，不像京中大部分贵女那样满身都是心眼子，所以也乐得与她交往。几人出了府，骑着马往军营去。刚进去就听见里面闹哄哄的，似是有人在争执。仔细一听，里面还夹杂有张领月的声音。这个该死的江令狐估计又在找四哥麻烦了。五哥，这个江令狐是谁？他为什么要找四哥麻烦？还不是因为升千夫长的事儿。这江令狐也想当千夫长，可他本身技不如人，又不努力，见四哥能力强，就觉得挡了他的路，所以天天来找茬。张领瑞说起江令冲就一脸的嫌弃，不过是仗着自己的爹是监军，背后有人撑腰，天天在军中作威作福的纨绔子弟。表哥表嫂，你们先进营帐找祖父，四哥性子直，我担心他吃亏，先过去看看。不用了，我们一起过去看看吧。还有，到军营就不要喊我们表哥表嫂了，喊我们苏大哥、苏二哥吧。好的，苏大哥、苏二哥。张礼月，我骂你又怎么样？我还打你呢，你能奈我何呀？此时张领月双手垂在身侧，紧紧握成拳，眼睛死死盯着不停挑衅的男人，一言不发。江令狐看他不敢还手，更是嚣张起来，嘴里大声侮辱道：张礼月，你连打架都不敢打，还好意思跟我抢千夫长的位置？要我说呀，还是赶紧回去你娘的怀里吃奶去吧。对呀，张老四，赶紧乖乖回家喝夫人的奶去吧。
见狐朋狗友帮着自己，江令狐满脸得意洋洋，嘴里继续嚣张地侮辱张家人。要我说，这张家人都是没有本事的怂包。不过也对，张德彪的将军之位也不过是当初卖女儿得来的，如今的张家女早死了，太上皇也早死了，你们的靠山早就没了。依我看，这将军之位也该让贤了。轩辕锦听到江令狐说起母妃，浑身气息一沉，眼中闪过一丝冷意，看向那个多嘴男人的眼神仿佛在看一个死人。张令月听到江令狐侮辱自己家人和死去的姑姑，气到哆嗦，脸上青筋直冒，显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边缘。哟，怎么还生气了？那你打我呀！你打我呀！咋的？不敢呐？哎呀，也是，本少爷怎么就忘了你是个怂包，不敢打人的呀？啊！江令狐那嚣张跋扈的模样让人看着牙痒痒，张元双都被气得俏脸通红，恨不得上前打他一顿。张领月和张领瑞更是气到恨不得将江令狐打死。可一想到打了这厮，那个江监军又要给京中告状，到时候会给祖父和爹他们带来数不尽的麻烦，又只得将这口气硬吞了下去。哟，又来了一个张家的小废物，怎么想打我呀？来呀，咱们比试比试，看看本少爷如何把你们这些废物打趴下。打就打，谁怕你？哟，小废物终于硬起来了，那咱们就比试比试吧，定生死的那种，怎么样？你敢吗？定就定。领瑞，四哥，别劝了，我早就受够了这个纨绔子弟，哪怕这次会被爹打板子，我也要跟他干一场。我没想劝你，这事是我引起的，要打也是我跟他打。哎，江令狐，你敢跟我打吗？哼，你们两个大小废物，谁动手都一样，来吧。小七，你等会儿盯紧一点，要是那人敢使诈，你就出去废了他。这事儿交给我吧，姐姐。小七萌萌的声音传来，他跟小七说话时，张家两兄弟还在争着上场。四哥，这事儿是我答应的，必须我去啊！这事是我引起的，必须我去。我说你们两个胆小鼠辈，怕死就赶紧跪下给本少爷磕头认输，再钻一钻本少爷的裤裆，如此的话，本少爷倒是可以考虑饶你们不死。你急着找死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张令月面色铁青，用力推开堂弟的手，几步窜到江令狐面前。张领略伸手去拉人，却拉了个空，急着喊：哎呀，四哥！放心，有我们在，他不会有事的。苏二哥，我不是担心四哥打不过江令狐，而是怕他过后挨军棍呐。今天这事我们都可以给凌月作证，有我们在，你祖父不会打他的。对啊，我怎么忘了这茬？有人兜底，张领月立马不担忧了，朝着打累的张领月喊：四哥，不要手下留情，狠狠的揍死他丫的！哎呦呀，想打死我？你们还没那个能耐，我爹可是太后的侄子，你们若是敢动我一根指头，就等着全家掉脑袋吧。场地上两人几个回合斗下来，张领月心有顾忌，打起来畏首畏尾，而江令狐心有倚仗，打起来招招下死手。不过就算是这样，他也根本打不过张领月。望着对面稳扎稳打的对手，江令狐眼中闪过一丝阴毒，他今日一定要让张领月死。又打了几个回合，江令狐还是连对手的边儿都没摸到，有些恼羞成怒的他使了一个虚招，窜到张领月身后，趁人不备，江令狐举起左手，阴冷一笑：哼，张领月，你去死吧！江令狐，你卑鄙！眼看剑就要射进张领月的胸口，江令狐还来不及高兴，就看那剑竟然像中了邪一般，突然反弹回来，竟直直地插在了自己的胸口上。这怎么可能？江令狐的狐朋狗友看他死了，顿时吓得呆住，反应过来，指着张领月喊：
你竟敢杀了江少爷！你们眼睛是瞎了吗？没看到江令狐是自己杀了自己吗？就是，明明就是江令狐自己设的暗箭杀了他自己，干嘛要怪到别人头上？旁边也有很多士兵看不下去了，出言指责道。几人担心引起众怒，不敢再多讲，只得连忙跑去报告江监军。